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。你点进来这个影片呢，其实并不是偶然，宇宙想通过这里告诉你一些讯息，关于当下的你正在吸引什么，又正在显化什么呢？对于显化来说，它就是一种能量的回应。你每天的念头、感受、选择，都会慢慢变成你生活中的经历。当你总是担心失去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感到更多的不安。但是如果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，你就会遇到对的人、对的机会、对的资源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在生命之中说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所以对未来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肯定，你就会显化更多的一些幸运。而显化呢，也不是空想，它不是等幸运掉下来，是你整个能量场的召唤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在你当下的能量里面，宇宙正为你准备什么样的一些礼物，未来又会以怎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呢？让我们更加的相信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显化我们的幸福。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不同的讯息。我们要从其中一组牌卡选择进行聆听。最左边的是第1组，中间的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当下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对接，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。所以亲爱的，请跟着我做。首先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让我们的肩膀下沉，腰背挺直，在完全放松的状态，排出所有的杂念，什么都不想。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，放在眉心之间。吸气，吐气。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我即将召唤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状态来到我的生命之中呢？感谢你的指引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。视频下方留言，感恩宇宙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，我是幸福的，召唤美好的未来。留言找好之后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给你的讯息，老师为你做的读牌了。多多的留言可以提升我们的运势，可以显化我们的幸福哦。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？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。亲爱的灵魂家人，首先我们来对应一下你的讯息，看一下你的星座，以及当下你可能正在想什么，可能正在做什么。如果有一部分对应到你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；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，代表刚才你没有很好的集中能量哦。首先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，有可能你们的星座是双子座、天秤座、白羊座、狮子座、金牛座，或者是你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、天秤座、白羊座、狮子座、金牛座。那你最近呢，很有可能经常在玩手机，经常在上网，也许是查资料，也许是学习一些新东西。有的宝宝呢，也是在准备考试、做研究，或者在偷偷的关注某一个人，观察他的一些动态。也有人呢，可能最近是沉迷于一些八卦的新闻啊，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啊，或者正在追剧。有的朋友呢，可能身边会出现一些比较竞争的氛围，也许想让自己的学习更加的优秀，成绩更好，也许可能跟自己的同事正在一些争业绩，
也可能呢，在朋友圈里面会出现一些意见不同的人，然后要不断的去解释自己的一些想法、自己的一些状态，也有可能最近呢，出现一些比较较劲儿的场景，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啊，希望自己第一名，希望自己可以出现好的一些状态，也可能在跟朋友打游戏的时候，希望获得第一名，所以有这种竞争的能量。另外呢，也可能是你当下不敢乱花钱了，想要好好的节约，想要去存钱了。或者是在人际关系里面，近期有一点想有更多的一些占有啊，有更多一些控制啊，怕失去，也可能最近呢不是太敢松手，想守住自己已有的东西。所以这一组朋友，你们很多人呢现在在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，也可能是在比拼一些学习，比拼一些专业度，也可能在自己的办公室、职场里面呢，氛围有一些紧绷，每天要盯着别人的一些进度，怕自己会落后，也可能近期呢，在一些社交环境里面，身边的人还是蛮多的，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松弛，你还是会保持着一定的谨慎。不过内心呢，还是会想要去靠学到的东西来争取自己的一些机会，不断的提升自己。计划可能想要去考取一些证书，也有朋友呢，可能最近想要去获得驾照，或者是换工作，或者是学习一门技能，或者是自己偷偷在观察着一段关系，希望有一定时间，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突破。也许最近呢，也比较喜欢有刺激的一些东西，智力的挑战啊，一些棋牌游戏啊，益智类的游戏啊，或者是一些竞技的运动，篮球、足球，一些格斗的这种游戏，也有可能最近呢，买衣服更倾向于一些比较有品质、稳定的一些牌子。也可能有时候呢，喜欢跟朋友拌拌嘴呀，互相调侃一下，觉得这样蛮有趣的。也可能最近呢，自己是比较喜欢蓝色，颜色的话是蓝色、灰色、红色、橘色、深绿色或者是棕色，这些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热情，或者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安全感。而穿衣打扮上面呢，也是低调之中带一点亮眼的。那目前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，你们有对应到其中的几点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。接下来就看一下当下你自己的能量状态。其实，在能量上面来说的话呢，近期有一种先破后立的状态。高塔是有一种摧毁旧有的状态、旧有的模式。五角星王牌呢，代表着新的一些基础、新的一些机会，而恋人呢，可能就推动你去做出一些真实的、喜欢的选择。所以最近的整体能量强调，你的生命正在经历一个转折，而宇宙呢，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契合灵魂的道路。在心灵方面，你会感受一种觉醒式的清理，很多旧有的一些想法呀，旧有的一些观念啊，或者是旧有的一些习惯，都会被你拆除。好像在生活之中会突然出现一些现实的事情，让你不得不去做一些改变，让你不得不跳脱出自己属有的一些想法、所有的模式、所有的熟悉的一些圈层、熟悉的一些行为方式，反而让你看清楚，哦，原来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自己的。那么在这种突然的转变之下呢，你就会出现更多的一些真实感，你就会开始渴望一种更加踏实、更加接地气、
然后更加现实的一些生活方式。有些事情呢不会过于的这种幻想，而会更加的理智性、脚踏实地一些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也会让你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一些道路，对自我有更多一些认知。这种认知呢，也许会让自己的心房更加的打开，了解到自己的一些情绪，了解到自己的一些不安，了解到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平静，反而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些信心了。当你真正的去选择做一些事情，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舒服自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哪一条路是适合自己的，不再出现这种盲目随波逐流之后，也会对自己的未来反而有更多的一些信心。在自己的行动力上面呢，你也会去做出一些取舍的，然后选择真正跟自己共鸣的一些人、共鸣的一些机会或者是方向。所以当下的这种能量哦，其实在做一个很正向的转变。在这种能量之下呢，你正在显化的事情，我们今天会讲哦，先讲你当下显化的事情，以及未来会显化的事情。好，那么当下呢，你正在学会拒绝。很多时候你会开始意识到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你去接受，都值得你去追求。你的显化能量里面带着一些边界感，你会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，而不是将就去凑合着过。你的显化呢，也带有着稳定、长期跟脚踏实地的色彩，不会再去追求一时的一些热闹，而是希望呢，很多事情都会有持续性的一些成果，比如一段可靠的关系啊，一份可以坚持下去的工作，或者是一个能让你慢慢积累财富的计划。而最近呢，你也正在显化，让自己可以站在主导的一个位置，展现更多的一些魅力。你会进入到一种我值得、我能量非常强大的状态，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彰显自己魅力价值的显化。而身边呢，也会出现一些事情，会让你更多的清楚什么样的感情是需要断掉的，什么样的状态对你是没有帮助的，你也会放下一些旧的包袱，迎接一些新的可能。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呢，你会愿意更多的换位思考，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你的表达方式也会更加的温柔积极，身边会有更多的人因为你的正能量而喜欢你，而接近你。在感情里面，你也会更加的冷静，身边有人会开始对你示好，想要更多的约会你呀，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互动，但你不会着急，就因为别人去约会你，你就去答应，你就去进行互动，你会愿意观察，但是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合适之后，你才会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投入。而另外呢，最近你也会更加的自信，开始积极的去展现自己的魅力，吸引到欣赏你的人。如果说你想修复一段旧有的感情关系的话呢，近期也是可以很好的去修复的。你也会看清楚哪些人带来的是消耗而不是支持，所以会选择断舍离。那么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呢，
你可能会先按一下暂停键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份事业、这个专业是不是适合自己未来创建匠人精神一直走下去的。另外呢，有一些旧的项目或者是合作在近期会结束，也许你会有一些失落，也许可能会有一些损失，但实际上呢，是为你清出一些空间，让更有前景、更好的机会进来。近期的你呢，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计划，开拓一些新的资源，有一种搞钱的能量也会更加的有斗志的，并且呢，也会更关注自己的一些形象，自己的一些专业度，会建立更健康的人际边界，会让自己启动新的一些资源，新的一些角度思考。然后身体方面呢，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，你们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毛病。这种小毛病也许是失眠，也许是拉肚子，也许是感冒，或者是出现一些身体特别疲倦、疼痛的情况，所以你会开始因为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而意识到需要更多的休息了，需要避免过度的消耗了，需要去调整一下这种生活的习惯啦，然后呢，开始去运动，开始去瑜伽，开始去保养，开始注意自己吃的食物，会让自己保持更良好的一些状态。所以近期呢，也会因为现实的一些身体的情况，反而让你做出一些很好的改善，开始养成新的好的这种生活节奏。所以当下呢，你在显化的就是让自己一步步的把这种稳定、自信、好的生活状态跟实现出来。所以能量呢提升，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啊，也在有更加的有质量了。个人呢也会有更多的自律，更多的自控了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好，那么未来你又会显化怎样的一个状态事情呢？第一张牌卡就是世界，很棒哦。未来呢，你的能量将更加走向一个完整与完美的阶段，非常棒的讯息。这意味着你的目标会实现，你的有些愿望也终于成真，而你的人生呢，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度，很有可能就代表着1年之后，那么这个未来的时间段。这近期呢，就是这1年之内哦，会是有很多好事情的这种把控，会是更加的正向。所以在1年之后呢，你应该就会有更多温暖、纯真、连接的能量，在人际关系上面会显化出来哦，让你感觉到安心，让你感觉到那种很单纯的幸福感。另外呢，你也会保持着一种边界、有原则、守护的状态，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能量，不会轻易的去妥协，也不会让别人去夺走你的一些利益或者是能量。那未来呢，你是会显化更多的这种幸运跟圆满的。你会出现的事情呢，首先五角星3，你会遇到跟你可以合作协作的人，不论是在工作上面、事业上面，还是说人际关系里面呢，都会出现互相帮助的这种关系，更加的团结，更加的紧密。你会得到资源、人脉上面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支持。对有的宝宝来说，可能当下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自己
学习环境啊，或者是这种公司环境啊，或者是团队里面，你感觉并不是很顺心顺意的话，没有关系哦。这些点呢，都是会被突破的，会走向更加积极正向的一个方向。而你呢，也可能成为团队中的这个组织者，或者是承上启下的人，甚至可能成为 leader。你也可能进入到更高的一个掌控的位置，也许是在事业上面获得领导的角色啊，也可能自己升职，也可能自己会要去创业，也可能自己会遇到跟你并肩同行的人，然后彼此愿意的合作，一起去构建未来。甚至如果你是单身的话，很可能在爱情里面呢，就会出现那种非常积极的互动，大家都是可以很好的搭档，彼此互相信任，彼此互相支持扶持的一种关系。那爱情里面也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大领导能量的恋人，或者是你自己呢，就展现出了这种很有主导力的能量，让你们的感情关系带来更稳定的一个方向。未来呢，在感情和生活之间呢，会有更多的一些平衡，会有更多的一些技巧、技能，让自己在人际关系，无论是爱情啊、友情啊，还是说同事之间呢，都更加的左右逢源，都更加的容易去克服所有的困难挑战。在人际关系里面呢，你也会非常的有力量的。好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再看到你的健康会随着你的自律而不断的提升。你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去运动，你可能接受专业人士的一些指导，让自己更加的有活力，更加的健康，身材更加的好。未来呢，你会进入到一种圆满、支持、领导跟平衡的能量，不仅体现在爱情、人际关系上面，也会落实到事业跟健康上，让你在下一个阶段呢，会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强大，这也是非常棒的好消息。那么宇宙呢，当下会给到你一定的支持跟提醒。首先，我们这边抽了易经卦象哦，第21卦，火雷噬剋，意思呢就是咬合、咬开的一种阻碍。卦象呢代表突破困难、解决问题。所以当下哦，这1-2年之内，你的生命力都是蛮强的。你也可以坚持勤快奋斗，百折不挠，遇到任何事情呢都是可以去克服的，你只要不逃避，不去拖延就好。你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蛮高的，不断充实自己，你可以在这几年突破超越，而且不断的提升。那也好，去大的企业、大的单位任职，你都会有好的一些表现哦，自己是有比较强的能量的。当然，有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些不顺心啊，会有一些阻碍啊，会有一些纷争啊。当你没有办法前进的时候，最好是守在原地的这个原则。不要太过于的急躁，想要去改变，也不要有任何的一些退缩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其实是最好的。另外，身边也可能出现一些诱惑，那不为利诱，以免被人重伤哦。当然，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逃避一些诱惑者。遇到可能别人占我们便宜呀，或者是
在我们身上借了一些好处、利益、价值的话呢，还是和气处世为安，以和为贵。这样的话呢，才可以突破困难，方可通达，好吗？还有呢，这边给到你一个讯息，就是宇宙告诉你眼前的挑战，你只要正面去咬开，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对人生阶段来说呢，也许你会出现某一个被卡住的局面，工作中的瓶颈啦，关系里面的矛盾啦，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的难题呀。那这个卦象告诉你，只要你直接去处理的话，你就会迎来真正的一些顺畅。但是一定要和气处事，和气气的去处理，不要正面的去刚，正面的去争吵，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争论，千万不要脾气暴走，好吗？你只有真正以平静的方式去沟通，去敞开了聊，都是很可能去解决的。另外呢，宇宙也告诉你，当你开始更多的去开放、敞开自己，你就会被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所点燃更多的一些热情，允许自己去接触一些可能跟你想法不同的人，聆听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，或者是接触一些你没有接触的一些事情，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。无论如何呢，去接触一些可以给到你新的能量、新的启发的人事物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让你一直有一种被点燃的状态，就会让你的能量呢保持在一个很积极、很正向的、更打开自己世界观格局的一种情况。所以宇宙告诉你，当下勇敢的去面对阻碍，因为这正是这些阻碍是你突破跟成长关键的一个地方。保持你的灵感跟你的热情，让自己呢处在一种被鼓舞的状态。我们有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朋友做错事情，我们都会说没有关系啦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有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事情，我们就会很责怪自己，抱怨自己。其实这是很不好的，我们要把自己呢也放在最好朋友的一个位置。当我们自己做错了，也告诉自己没有关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至少来说你没有逃避，你去经历了。所以多多的去给自己鼓舞的一些话语呢，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机会，更多正向的能量的哟。好，亲爱的，那以上呢就是宇宙给到你的讯息，可以多听几遍，可以好好的消化一下，也请你接收宇宙给你的祝福跟安排，相信宇宙给你所有的安排一定是利于你的。好，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亲爱的，首先我们来对应你的讯息。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是你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；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你可能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咯。首先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，你们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子座、水瓶座、天秤座、巨蟹座、天蝎座，或者是你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天秤座、水瓶座、巨蟹座、天蝎座、双子座。最近呢，你很可能在经历一种觉醒或者是转折，比如说突然感觉到好像某一段关系不适合自己了，决定要翻篇，决定要减少联系，或者是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上面要做出一些更大胆的一些决定，想要去换专业啊，或者是换自己的事业跑道啊，也有可能想要去考虑移民，或者是出国读书，也有可能身边呢出现一些旧的熟人，又再一次的联系，再一次的互动。而且最近呢，好像头脑特别的清晰，经常有一些新的 idea， 新的一些方式方法，
也可能想要有一个新的计划，或者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，可以一针见血地说出重点。有时候最近也会比较怀旧哦，想要去回忆童年，或者是跟老朋友重新联系，也有可能要去翻一些旧的照片，或者是想要回老家，想要吃小时候喜欢的一些食物，甚至会跟旧的人旧情复燃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就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惊喜，也让自己呢更加喜欢有意义、有深度的一些事情。所以有的宝宝也许是在怀旧，或者是跟旧的人合作，或者是把过去没有实现的梦想重新拿出来实现，也有可能是换工作啦，展开新的项目啦，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啦，也有可能计划摆脱过去，走向更加自由的一个人生道路。也有可能最近呢喜欢一些新的想法、观点，探知一些新的文化、新的科技，或者是想要看一些新的书籍，或者是在追新剧。那么在颜色方面呢，可能会更喜欢白色啊、银色啊、蓝色啊、黑色啊、粉色啊、淡黄色啊，可能更喜欢那种比较干净，但有时候呢又有一些感性的颜色。所以近期的这种情绪哦，是那种又理性，然后又性感的。以上有对应到是你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。好，接下来就具体来看一下。首先，你当下的能量状态，以及在当下的能量状态之下呢，正在显化哪一些事情。然后我们再接着看未来，也就是说1年之后，你又在显化什么？你又在发生哪一些事情呢？首先，近期的你呢，可能正在结束一些业力关系，或者是在做一些业力的终点，旧的篇章必须被彻底的关闭了。可能宇宙呢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做一些事情，给你安排一些事情，然后推动一个结束循环的能量，你会有一种彻底放下的觉醒。其实，当你真正的放下之后呢，就会有新的一些事情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。心灵层面，首先你可能会感觉到好像被压垮了，或者是有这种失败啊，或者是有这种背叛啊，或者是有很多的这种悔恨啊。其实，当某些事情结束，或者是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，那也代表着新的情绪又到来，又代表着会有更多重生的机会了。虽然情绪能量很低，带着一些无力感，但是也代表着马上就会进入到反弹。可能近期在行动上面不会做太大的一个动作，不会再去挣扎，没有太多的一些用力，反而可能会去更多的一些思考，更多的一些选择，更多的一些判断，这也是非常妙的。宇宙呢正在训练你有更多的一些弹性，虽然你很疲惫，但会让你看见你比自己想象的其实更加的强大，再大的困难你都可以克服的。你只要愿意去打开自己，保持着希望，你就会进入到一个解放的能量里面。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呢，你也会选择减少不必要的一些冒险，保留自己的体力，可能会更加的谨慎，更多的一些观察，更多的去储备自己的能量。目前是以守为主，而不是去攻的这种情况。
你也会从本来自我的一些限制里面，慢慢的去解脱出来。本来我们这一张牌卡呢，是一个女生哦，被捆着手，然后捆着眼睛，她也看不见，她也没有办法行动。但是这个牌卡的逆位呢，代表着你正在挣脱这样的一种自我包袱，或者是自我思想的一些局限。你会获得灵魂上面的觉醒，原本认为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一些事情，其实只是自己可能担心的太多，只是自己认为的没有办法去改变。当你真正的开始行动之后，你就会看见出路，你的心态上面会有突破，你的心灵能量上面也开始恢复更多的一些自由感，情绪上面呢，也会从这种痛苦防备之中开始感觉到更多的积极，更多的希望，能呼吸到新的空气了。在行动上面也会尝试走出原本的一些框架，然后打破自我的一些设限。虽然不会说完全的突然一夜之间就自由自在，就有很多新的这种机会出来，但是你会迈出解脱的第一步。所以宇宙告诉你，近期的能量其实是非常明确的，旧的篇章终结。虽然可能呢，你还是会去守护，保持着这种警觉跟自己的坚韧，但是束缚是会解开的。自由正在回来，光之回归。最近呢，是在一种终结、防卫、解放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中。慢慢的，我们可能已经经历过低谷了，现在开始运势反弹了。灵魂正带领你重生，从守住底线到慢慢的去走出困境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的提升转化之中。所以当下呢，我们会显化的就是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回报的事情上面了，不想再内耗，不想再努力一些不属于、不适合自己的一些事情上面。你的核心能量就是停止无效的等待，跟无效的社交，或者是一些无谓的一些消耗。逐渐的会看到一些实际上面的成果了，做事情会更加的有目的性了，摆脱茫然，摆脱随波逐流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学习，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开始。所以近期呢，也在显化一种重新起步的状态，愿意去探索一些新的机会，愿意重新从零开始去积累。当下呢，也不会太多的去分心，可能过去会同时间去做很多事情，或者是兼顾很多的事情，然后让自己手忙脚乱，或者是不知所措的。而现在你正在显化的是一种更加专注、更加聚焦的生活。有一些事情呢，生活里面会出现一些小的冲突啊。比如说人际关系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和、意见分歧、一些矛盾，或者是听见一些八卦，或者是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帮助，或者是之前关系上面大家特别友好的，可能近期会出现一些小摩擦。其实这些事情呢，是会让你去意识到，有一些人际关系只是消耗的，而有的人真的是在夺走你的能量的，而有的人呢，其实表面上看着跟你很合，当真正出事情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去在乎你的利益、你的价值，他可能会先管着自己。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，你不会再过多的去抱有一些幻想了，你也会看清有些人他可能口头上是甜言蜜语的，但是呢行动上面他就是不接地气、不落实的，他可能就是一直在给你画饼。另外呢，你也可能
身边会出现喜欢你的人、追求你的人，但是人际关系你会保持着一定的边界感，不会随便的去接受一些不合适的追求，而是等待那些真正能够给到你安全感的人。你也会在近期看到有的人是表里不一的，你会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你也会慢慢懂得拒绝一些没有意义的应酬。一般来说，4个人以上的这种社交都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价值，反而你愿意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关系，留给真正的这种朋友或者是合作者。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呢，你会更多的做一些审判。另外，你可能在身体上面会出现一些小毛病，比如说头痛，比如说失眠，比如说情绪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起伏波动。那自己呢，可能因为这些情况而想要去建立更加稳定的作息时间，去拒绝那些消耗你身体能量的习惯，也提醒自己不要用情绪去消耗自己的精力了。可能最近呢，也会就是近期呢，也会想一个人安静的待一待，读读书，听听音乐，其实都是蛮好的，不用让自己很想宅的时候，逼迫自己一定要出去应酬啊，一定要出去社交啊。想一个人放松一下，好好睡一下，好好泡一下澡，都是蛮好的。所以近期呢，会透过一些冲突、拒绝，让你看清楚方向，帮助你结束一些无效的状态，而真正专注，让自己有提升、有价值的选择上。所以最近也会更加的清醒，头脑呢会有更多的逻辑思考，更加有智慧的判断，做选择。这是蛮好的一种状态哦，运势正在一步一步的提升。好，那么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？大概明年1年以后，我们又会经历怎样的一些事情状态？首先，隐者这张牌卡就看到，你绝对会已经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是什么了。你不会再盲目的跟随任何人，你也不会期待别人给你任何的一些赞扬啊、肯定啊。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想要产生怎样的一些梦想，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实现哪一些事情，会有更多的内在的一些觉醒，会在自己的思维跟自己的态度上面有更多的调整，并且也会有一次彻底的结束跟重生。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死神这张牌卡哟，未来呢会显化出旧阶段的结束，新开始的到来，为新的一些人事物留出空间，而做一些断舍离，而不再拖延。首先，我们出现恋人这张牌卡，在感情里面，你会有重大的选择，你可能会遇到跟你是灵魂伴侣的关系。你要在感情里面下定决心，会跟某个人建立很深层次的合作，或者是搭档、伙伴关系。而这种新的感情呢，不是游戏，不是玩伴，不是一起开心就好，
真的是很真诚、很真心的互动的，人际关系会更加的有这种真诚的新的情感流动，新的爱情能量呢，也会让你感受到足够的激情，足够的趣味，但这种趣味呢，绝对不是说一起享乐，而真正的是一起陪伴，一起分享。所以在感情上面是有蛮大的一个觉醒的，人际关系是会重整的，让自己更加的真实，也更加切合自己灵魂的道路。如果说你已经在恋爱之中的话呢，有的宝宝可能会跟对方进入到组建家庭、婚姻、同居生活的这样一个转变之中，结束当下的一个阶段。那有的宝宝呢，可能会看清楚，也许对方他是消耗你的，最终你会离开这一段感情，而遇见真正合拍的人。所以不要害怕失去，特别是不适合的人，那么你就放手吧。对于单身的宝宝可以看到呢，在未来你是会遇见情投意合、非常匹配的恋人的，你们之间互相会传递能量，互相会给予很好的真心。另外，你可能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也会出现合作，或者是重大的一个选择，你也会确认哪一个方向是真正符合你的长期的这个长远的目标的。也许会有新的项目，也许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，也许会让自己在事业里面有更多的热情，更多的创意。也许你会看清楚哪一个团队真的是值得你长期发展的，有一些合作可能会中断，也可能会重整。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呢，也会有积极的一些体现，特别的团结、合作、真心的帮助。而不是那种很肤浅的关系了。另外呢，你的疗愈能量会蛮强的，你可能会接触到更让你舒服的一些方法，比如说冥想也好，艺术也好，还是说自己的一些心理支持也好，你都会让自己回归到更加平衡、更加美好、自我幸福感比较强的一种状态，不会让自己过度的去社交，可能自己的朋友呢也会减少，甚至有一些就是酒肉朋友慢慢就会淡出了。然后自己的生活习惯也会更加的规律一些，可能会开始早睡早起，可能会开始更加注重吃一些海鲜，而少一些红肉，少一些就是牛肉啊、羊肉啊、猪肉啊这些，可能会多吃一些鱼，所以自己会做更好的一些决定，做更好的一些生活习惯。未来显化的能量是一种深度的转化以及全新的开始，运势呢也会很好的去转动起来了，这也是非常棒的消息。看来现在呢运势正在慢慢的提升之中哦，因为你已经变得更加的清醒，寻找到自我更好的一个方向了。那么在这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呢，未来就会显化出来积极的事业关系、积极的爱情关系、积极的一些可能友谊关系，还有自我的认知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做让自己美好的事情。好，这也是非常棒的消息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宇宙会给到你一定的讯息，就是
这1-2年可能会有一些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一种状态，就是可能外表呢看着都是比较美好的，但实际上表面好看，里表不一。本来你这个人呢就是很重精神，比较轻物质的，至少来这段时间来说是有一定艺术审美力的，也有文学方面的才能，在感情上面是比较敏感的，所以是比较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在近期可能会比较感性。运势呢就会出现那种外表看着好像都很好很好看，但是内在是有一些空虚的，所以近期你必须更多的充实自己，凡事呢深思远虑，跟别人接触呢和睦相处，就可以获得更多意外的利益、意外的惊喜。切忌因小失大，凡事踏实，按部就班，那慢慢来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和谐，更多的幸福，收获到更多的一些机会。那这个意思呢，也就是外在的一些美感跟修饰固然的一些重要，但真正的力量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充实跟真实。男生们呢，就不需要太多的去注重自己的肌肉啦，或者是注重自己的穿衣打扮啦，更多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专业度、文化，认识一些不浮夸，但是真正可以给到你价值力量的人，这个你需要去分辨一下。女生呢，那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弄头发、去化妆，或者去美容整形，或者是花太多时间去瘦身了。真正的多看一些书，也是不断的去提升一下自我的一些文化气质的话呢，会让你在未来内外兼修，会让你获得一些真正的长久的一些显化，会让你更多的去呈现最真实的自己。而近期这1-2年，你是可以有足够的力量，让自己的外在形象、生活方式跟你的内在价值达到统一的哟。所以不要只追求表面的一些华丽，要注意内在的一些坚实，也代表人际关系上面也不要看这个人的外在条件，更多的去看这个人的品格、内在修养，这些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包括一些选择公司、选择团队、选择事业上面，也不要去看好像这件事情它的工资是多少，或者是这个公司它的装潢好不好，而是真正的要去看这个事业是否给你带来持久的一些价值，是否让你不断的成长的，或者是这个公司可能它环境很好，但是它内部会出现人事很多的一些纷争呢。所以最主要的是去看内在，好吗？另外呢，宇宙也告诉你，可能有时候你会因为过去的一些选择，或者是一些没有完成的一些责任，而感觉心里有一些压力，有一些挫败感，或者是罪恶感。宇宙提醒你哦，其实这种感受呢，并不是来惩罚你的，你不要看到它消极的那一面，反而你要利用这种感觉，看到它积极的一面，帮你意识到责任可以是力量，而不是枷锁。你可以把这一份沉重转化成自己的行动力。做错了没有关系，做错去改就好了，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。没有完成的责任呢，我们就去完成它就好了。不要过度的去纠结我是不是错了，而是去问自己，我现在能怎么做得更好呢？所以学会放下那些无谓的一些纠结，或者是这种罪责，专注于实际的行动去改善，这些呢就可以成为你成长的驱动力。不要背负过去，而是带着一种觉察去创造更好的未来。
宇宙支持你去调整自己的外在跟自己的内在和谐，让生活不只是好看，而是真正的有质感，真正的有力量。最近呢，这一点是很好的积极调整自己的时刻，是可以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增加经验、经历，可以去让自己有更多行动力，有更多智慧的时刻。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跟努力，你就会显化更多的丰盛，更多爱的力量，更多团结的力量，更多美好的自己，也是很棒的消息哦。所以亲爱的，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，可以的话呢，多听几遍这个视频，绝对会给你更大的一些帮助，创造更美好的、更幸福的未来哦。最后，感恩宇宙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来对应一下当下你自己的讯息。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，好吗？首先，选择这组牌组的宝宝们，你们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射手座、白羊座、双子座、水瓶座、天秤座，或者是你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、水瓶座、天秤座、白羊座、射手座。最近呢，很有可能你会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或者是聚会，也可能是家庭的一些聚餐、朋友的婚礼、生日派对。甚至可能跟同事们一起去小聚欢庆项目的完成。那我们这边首先出现了权杖4这张牌卡哦，当然也就代表着一种寻找到了更加放松或者是归属感的一个地方。另外呢，也可能最近有一种很想随心而行的状态，可能要去旅行，可能想要去换个环境，可能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体验，或者是报名一个新的课程，去自己没去过的餐厅，也可能单纯的就是想到就去做。不过呢，也有一种不想让人看透的心态，可能最近有一些想法，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计划，但是不愿意去告诉别人，或者是不愿意透露这些消息，也可能是自己在默默的规划某一件事情，不想太早的曝光。有可能近期想要去参加一些热闹的场合，婚礼、派对、庆典活动，有可能自己是那种很随性的心态，或者是尝试新的一个方向。也有可能有些事情呢，想先去试水，然后再之后去做一些准备。也可能最近想要去布置一下自己的家居，让自己的家里面呢更加的有质量，或者是更加的一些温馨。近期很想去参加户外活动，参加庆祝活动，尝试新的一些事情。自己呢也可能喜欢一些看推理的一些剧情，或者是参加一些益智游戏，也可能想要有一些挑战性的娱乐活动。最近呢，头脑是特别的灵活、敏感，好像学习起来也是蛮快的。喜欢的颜色呢是一些橘色啊、金色啊、红色啊、黄色啊、天蓝色、浅绿色。但有时候呢，可能也比较喜欢冷色系，比如说灰蓝色、黑色，也可能想要去搭配一些比较灰色的一些衣服啦、包包啦、鞋子之类的。那以上有你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首先来看一下当下你的能量状态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近期你正在显化哪一些事情。接下来我们就会来看，那么未来一年之后你会显化哪一些事情。
最后，我们就来接受宇宙给到你的一些智慧的指引，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哦。好，那么首先，当下你正在去给自己的一些能量腾出更多的空间，把一些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慢慢的清理掉，可能是旧有的人际关系呀、旧有的工作模式啊，或者是旧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，让自己呢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释放，让新的一些人事物才能进来。虽然可能这种能量的变化不会是特别剧烈的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在发生，只是你还是会感觉得到事情呢不会像以前那样好像一直走下去了。很多原本的计划中的东西呢正在慢慢的去松动，慢慢的去改变，可能自己也来到一个需要校准的时刻，正在检测什么东西是公平的、合理的，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，什么东西对自己可能只是消耗，没有太多价值的，你是必须去面对真相的一个阶段。无论是感情啊、工作还是生活中的选择，你都不会再拖延，或者是逃避，或者是太过于的顺其自然了，而是根据自我的一些性格特色，做一些最理智的、诚实的判断。当下我们出现了正义这张牌卡，也会看到在能量上面呢，你是对自己对别人都负责任的，你会回归到最真实最平衡的能量状态。对于之前可能有一些茫然，可能有些盲从的朋友们，当下你会更加的有原则性一些，也会更多的清晰了。你正进入到一个调整期，从那种极端的状态或者是偏离的状态呢，正慢慢的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和谐。能量逐渐的缓和，从极端走向中庸，正在学习如何在不同的选择之中找到一个中间值平衡点，如何在矛盾里面呢去保持着稳定。所以近期会更多的一些耐心，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去做过渡，面对真相啊，调整方向啊，让自己能量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安心。所以目前自己的人生走在清理、觉醒、调整的这个过程上面，所以也是在循序渐进的转变之中。在当下呢，看到你正在显化一种走出内耗、走出竞争、走出对立的状态。也许过去常常在一种比较啊、竞争啊、矛盾之中，但现在呢，会慢慢的学会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也不会再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执或者是拉扯上面，会更加的平和，更加注重和平。那么这一股能量呢，也带着恢复的色彩，正在显化自己从低谷之中走出来，摆脱这种无力感，摆脱缺乏的感觉，找到新的支持，有一种慢慢回暖，慢慢回到光明的能量。虽然正在更多的掌控，但依然呢会保持着不愿妥协、不愿放弃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来之不易的成果的状态，还是会有一定的界限。近期你在显化一种走出内耗、恢复支持、坚定自我的能量。目标呢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安全，不会有任何强硬的一些对抗，
会懂得以柔克刚，会懂得用耐心、温和去控制局面，内在呢有更多的这种韧性了，同时也可以灵活应对当下，有一种更加年轻、更加充满好奇心的能量，所以可能身边呢会出现一些人际关系更多的和平，工作之中也会同时去处理更多的一些任务，走不同的一些方向，掌握节奏，找到平衡感。生活里面会出现一些新的朋友、新的合作机会，这些呢会给你带来新鲜感的。而你自己呢也会在这种新的项目，在这种新的灵感机会之中，开始做一些新的尝试，也很有可能在感情里面用更加有技能、更加成熟的方式去互动、去处理关系，也会开始去尝试一些新的运动方式，然后对一些保养、养生，或者是变得更加的年轻、更加的健康、更加的好身材，产生更多的一些兴趣，让自己更加生活的有质量，健康上面得到更多的一些平衡照顾，而你也正走出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状态或者是混乱，恢复更多的一些信心，恢复更多的一些魅力，恢复更好的一个状态，准备迎接新的开始。近期自己的内核是越来越稳定了，所以正在做一个积极的改变、调整的状态之下，命运之轮也转起来咯，自己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好事情，跟很多的一些新的事情都在进入到你的生活，都在跟你做一些接触跟连接。那么你自己呢也会更加的积极，充满希望的，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哦，逐渐去转化提升自我。那么在未来呢，你会显化的就是力量、方向，充满爱，以及你会更多的掌控跟推进的，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息。也就是说，在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，你就会有新的、更广阔发展、拓展的可能性，可能会寻找到新的机会、新的合作，甚至可能是去到新的生活环境。你会显化出更多的信心，打开更大的舞台哟。那么生活里面呢，会有更多治愈的能量。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国王，可以看到呢，1年左右的时间会遇到一个给你带来安定感的人。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，那可能在这1年之内哦，会经历一些错过缘分啦，或者是遇到不适合的恋人呐，短暂的激情啊，短暂的暧昧啊，可能这种感情的分离或者是失望呢，会帮助你清理到那些不合适的人，让你知道真正合拍的人是什么。之后会出现稳定的情感能量，遇到这种感情成熟的人，给到你足够的支持，给到你足够的关怀跟爱，你会真正的感受到你适合的、你想要的这种爱是什么。这个人呢，也许年纪是比你大的，也有可能他跟你相同的年纪，但是呢，他在心智上面或者是感情经历上面是更加的有技巧的，所以他会给到你很强的踏实安全感。你们在一起是非常接地气的，有浪漫，有幻想，但是也有现实的一些
互相的奉献跟给予，不是一个只会讲甜言蜜语的人，在感情里面呢，确实会是让你感受到足够的积极跟认真的能量。你会发现，还有可能你们的感情会是可以开花结果的。那么从这个讯息可以讲，我单身的朋友，在未来呢，你会遇到自己的正桃花，你会遇到自己的正缘，在遇到他之前，可能会遇到一些错爱或者是偏桃花，但是我们依然要感谢这些偏桃花，让我们可以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选择，更多的一些判断。好，那么说你已经在恋爱之中的话呢，那可能近段时间吧，也许跟自己的恋人会出现一些小矛盾，会出现一些让你觉得不太平衡的事情，但两个人呢，还是有很多可以治愈这份爱的能量的，只要保持积极的温暖的能量，没有太多的脾气暴走或者是对立的话呢，其实你们是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沟通，这样的一个转折，这样一个低频的情况，反而让大家看到彼此身上的一些缺陷，做的不足的地方，去总结这些经验，然后让两个人更多的给到对方的奉献、支持、鼓励、欣赏的话呢，你们的关系其实是可以修成正果的。对于大部分的宝宝来说，你们是可以让你们的关系互动更加的清晰，更加的有方向感，更加的美好的。只是个别的宝宝也许就会看到对方跟自己其实不合拍，两个人也许是彼此祝福分开最好的，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呢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清理，然后得到一个突破，然后达到一个成功。好，在人际关系上面呢，也会有值得信任的朋友或者是长辈进入，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支持。你也会看到哪些人是消耗你的情感能量的，哪些人呢是可以给到你更多的感情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的。那么你也会让自己的人际圈子更加的清晰，更加的优质。在人际关系上面呢，会达到更好的一个质量。好，这是感情方面。那么在事业方面，你更懂得用情感智慧去处理事业上面的问题，你很可能会遇到贵人的相助，帮助于你，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机会啊，给到你更多的一些专业度啊，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指引，然后让你的事业、学业中的努力最终被看见，获得领导、同事或者是市场的认可，迎来成功，可能建立自己的团队，可能提升为 leader， 那身边呢是有一些同事追随于你的，你可以给到别人更多的一些价值的，所以在事业运势上面呢，也是会蛮好的，被肯定，成为大家所仰望的一个对象，仰望的一个合作者，这也是好消息。另外，在自己的健康方面，可以看到，随着你自己的自律的调整，你会到一个很好的状态，非常满意自己的身材，非常满意自己的形象，非常满意自己的健康。大家也会看到你的魅力，在人群之中呢，你是可以突出重围的，你是有非常独特的一些力量，会受到关注。所以亲爱的，可以看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呢，还是会经历一些失望或者是结束，但随后呢，就会收获到足够的成熟、足够的支持、足够多的认可，最终是会获得胜利的。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好消息。保持着积极正向的心，
你是可以收获到足够的能量。那这一年就可以突出，成为就是可以有足够多的突破、转化、提升的很好的消息哦。那么最后呢，宇宙会给到你一个讯息。首先，我们抽取的易经卦象就是第61卦，风泽中孚。风在上，泽在下，象征着诚信跟内性的真实。得人缘，福众旺。在这1-2年的时间里面呢，你的心地是善良的，你很有同情心，朋友呢也是比较多，而且大家都很愿意去帮助你。你这个人呢也比较风趣，口才也很好，反应也是比较快的，桃花运早。是个人呢也是很重罗曼蒂克的情调啊，讲气氛的感觉。运势上面呢，只要你诚信实在，为人处事以诚为重的话，就可以事事顺利而行。哇，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运势。如3月之春花，四景大地，跟人谋事的话呢，都是可以得利益的。只要你保持诚信，没有任何的一些杂念，没有任何的驱邪之念，你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财路。而且宇宙呢也在提醒你哦，当下无论在感情、事业还是生活里面，只要你保持真心、透明、信任，你就会吸引到对的人、对的事。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显化。那么宇宙呢，也是要你明白，诚信、诚意才是最强的磁场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，获得更多的商机、更多的机会。真诚待人，诚实对己，你的道路会更加的顺畅。另外呢，支持、激励、鼓舞也是非常强的力量的。你并不是一个人，你在这1-2年之内呢，会被贵人、朋友，甚至看不见的灵性力量给到你支持，都在给你加油，宇宙也是会帮助你的。你也正在慢慢的被看见，只要保持真心，你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。不要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在扛，其实周围会出现很多的一些机会，推动你前进的。哇，这也是非常好的消息，宇宙是爱你的哟。记住，保持真心真意，在人际关系里面呢，多一些祝福、帮助、鼓励、欣赏、赞扬。你给出什么力量、能量，那这些力量、能量最后就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，会反馈到自己身上的。也许你帮了一些人，当下可能没有回馈，但是也许1年的时间，那都会出现其他的人、其他的事来回给你这样的一个回报的。一定要相信因果，一定要去建立福报，你就会收获到足够的丰盛哦，会有好的成果显现的。一个真正你越帮助的人越多，那么当然你就越有福气，越有财气啦。好，亲爱的，这一年的运势哦，正在提升之中，那么明年就会显化更多的丰盛跟精彩，很棒。当下好好的去调整，好好的去建立人际感情关系吧。最后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